本周全球市场的目光焦点都聚焦在一个核心事件上，美联储在杰森后全球央行会议上的政策风向转变。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这一份报告，其核心观点就是美联储发出了潜在的降息信号，这正在深刻地重塑各大资产的格局。接下来我们将一起逐页剖析这份报告，从宏观数据到市场情绪，再到技术走势，为您揭示黄金在这一次美联储转向中的机遇与挑战。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报告的第2页，标题是你需要知道的美联储的转变。这张页面上有2张非常关键的图表，它是理解本周市场的核心。左边的亮点部分总结了上周的宏观动态。简单来说，美国劳动力市场有所走软，但商业活动和住房数据又表现强劲，经济信号好坏参半。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暗示可能降息，导致了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下跌，而全球股市和油价则普遍走高。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右侧的第一张图表，杰森后会议后会发生什么？这张柱状图展示了过去10年在杰森后会议结束后的14天内，黄金、美股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表现。紫色柱子代表黄金，绿色代表美股，而菱形标记代表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数据显示，会后市场的平均表现其实比较平淡，但报告特别指出了一个关键点：黄金与利率的负相关性通常在会前和会后都得到了强化。这意味着现在市场的焦点已经完全转移到了货币政策的预期之上，利率的走向将成为驱动金价的核心动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页下方的长条图，这张图表展示了上周和年初至今各大资产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周黄金基本持平，微跌 0.04%， 但年初至今的涨幅依然高达 27.8%， 表现非常亮眼。白银上周上涨 2.3%， 表现优于黄金，年初至今涨幅更是达到了 34.5%。 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指数上周下跌，年初至今累计下跌将近 10%， 这对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构成了直接的利好。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黄金市场的内部结构，我们看到报告的第3页，关于黄金的一切。这里的图表展示了黄金市场的仓位变化。我们先看最上方的全球黄金 ETF 需求图，蓝色柱代表8月22日当周的数据，浅蓝色代表前一周。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的黄金 ETF 出现了净流出，尤其是在北美地区。这表明一部分通过 ETF 投资黄金的投资者上周选择了获利了结或者离场观望。但是请看中间的 COMEX 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图，这张图反映了期货市场上专业投资者的动向。 Money Manager Net Long at COMEX 这一栏，也就是 COMEX 交易所的基金经理净多头头寸虽然略有减少，但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这与 ETF 投资者的抛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报告的左侧的文字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称之为市场仓位出现分歧。简单来说，就是散户和部分机构在卖，但核心的专业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依旧看涨，同时期权交易员也增加了他们看涨压注。这种分歧告诉我们，市场对黄金的后市看法并不一致，但专业力量的天平依然倾向于看涨。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驱动金价的外部因素。请看报告的第12页，标题是黄金驱动力。鸽派的鲍威尔被视为强化了美元已见大顶的观点。这张图表是美元指数的月线图，报告的观点非常明确。上周五，
鲍威尔的鸽派讲话导致美元大幅下跌，这进一步确认了美元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长期的顶部，图中的颈线位构成了关键阻力。如果美元指数突破这里并且继续下跌，那么对于黄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长期支撑。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13页，图表是黄金驱动力，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在其更广泛的区间内仍然承压。这张图是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的周线图。对于刚接触黄金投资的朋友，我简单解释一下，实际收益率就是名义国债收益率减去通胀预期，它代表了持有现金或者债券的真实回报。由于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所以当实际收益率下降时，持有黄金的吸引力就会上升。从图上来看，实际收益率在跌破关键支撑后，目前仍然受压于均线下方，风险偏向下行，这对于黄金是另外一个核心利好。这我们看一下第14页的图表，5年期美国通胀掉期保持着良好的支撑，并且继续威胁一个主要的底部。简单来说，这张图反映了市场对未来5年通胀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通胀预期正在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底部，并且有走高的趋势。报告认为，通胀预期的上升，这将对黄金价格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在了解了基本面之后，我们现在从纯粹的技术图表的角度来分析黄金的未来走势。请大家翻到报告的第6页，图表标题是黄金技术分析。这张图是黄金现货的周线图，报告的技术观点非常清晰。目前黄金的盘整被看作是核心上升趋势中的一次暂时和健康的回调。大家可以看到图中标示出几个关键的价格水平。报告认为，金价在4月份触及历史性的超买水平之后，目前正在进行修正。但随着鲍威尔的鸽派讲话，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再次下滑，这种盘整可能比预期更早结束，并且重拾升势。从形态上来看，报告认为当前走势正在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延续形态，这是一个看涨的信号。要确认这个形态完成并且开启下一轮的上涨，金价需要向上突破前高，也就是大约3451美元左右。一旦突破，下一个目标将是挑战3500美元这样的历史高位。报告还提到，考虑到目前市场净多头头寸相对较轻，以及长期美元下跌的趋势，金价最终突破3500美元是很有可能的。更上方的阻力是在3572美元，那么下方的支撑位在哪里呢？报告给出了明确的价位，初步支撑在3312美元，更重要的支撑位在3268美元和3249美元，而关键的防线是斐波那契 38.2% 的回撤位，大约是在3132至3121美元的区间。只要金价能够守住这些关键支撑，整体的上升趋势就不会改变。总的来说，技术分析的结论就是短期盘整但长期看涨的格局没有改变。目前的调整为市场积累了更多的上涨动能，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上方阻力位和下方支撑位的攻防情况。了解了当前的市场状况和技术走势，我们还需要为未来这一周做好准备。首先，对于美国市场最重要的无疑是周五即将公布的7月份 PCE 通胀指标。PCE 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目前市场预期核心 PCE 同比将上涨 2.9%， 高于前值的 2.8%。 如果这个数据超于预期，可能就会动摇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乐观情绪，给黄金带来短期的压力。此外，周四公布的美国第二季度 GDP 修正值也值得关注。其次，在欧洲
周四将公布欧洲央行的7月会议纪要，市场将从中寻找欧洲央行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线索。同时，欧洲主要经济体8月通胀数据也至关重要。最后，在亚洲，澳大利亚、日本的通胀数据以及印度的 GDP 增长数据也将对全球市场情绪产生影响。左侧的表格详细列出了这些数据的发布时间和市场预期值，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作为这一周交易的重要参考。总而言之，这周将是数据周，尤其是美国的 PCE 通胀数据将可能引爆市场短期波动的关键。希望今天对这份专业报告的深度解读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黄金市场，并为自己的投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每周市场分析了。我们下期再见。